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，但因口碑极佳，哪怕是受到疫情冲击，店里也是客流不断。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，7点多到店。开工前，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。就要一个粥是吗？好的。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，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，后厨有条不紊地接单出菜。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啊、加工啊、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，这个是我的天地。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又做那个虾蟹粥。今天漂的螃蟹膏就是这么买。我来再空开好。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，3分无火煲滚，7分文火煲透，还要不停搅拌，防止米粥糊底。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，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。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，即刻变得更加鲜甜。这一锅绵稠的海鲜砂锅粥，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。传统鸡粥内加入韧鲍鱼，再调入南瓜糜，增加甜润的口感。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。随便舀起一勺，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，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。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儿，但老叶煮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，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。生腌海鲜，它看似黑暗料理，实则鲜美无比，素有潮汕毒药之称，是海鲜的极致吃法，令人欲罢不能。生腌海鲜的做法并非潮汕人发明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，潮州人万物皆可腌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。好，那个比啊。在店主林志强看来，生腌没有定法。虽说在潮州，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，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。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，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。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，他有秘方，就我一个人知道。几10年的老朋友啊，要像兄弟一样的，40年了，你有。2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，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，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。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，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。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，破坏紧致的结构，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。倒入特制腌汁，没过膏蟹，再加入3种高度酒，放入冷库，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。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，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，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。潮州人吃腌蟹，切件儿讲究块块见膏，只需轻轻一吮，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。4个字：真材实料。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，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，练的柱子，大柱子，是吧？那老板看得起。一旦吃过生腌咸蟹，
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，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。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，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，哪怕年过花甲，依然日夜辛劳，凭借一双巧手，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，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。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，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。大家好，今天考核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在准备。好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 OK。今天考核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。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，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。桂花炒素翅，煎的时候刮铲一定用力，就是贴着那个铁板，用力的铲上来，它才不会粘锅。难度比较高一点，能够炒出这样已经不错了。食不厌精的炒菜，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。优质原材料的选择，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。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。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，渔业资源丰富。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。啊，给你条啊嘛，对焦来，快。好呀，等下好回来。好，来有我来。哦。啊，咱伊无可以就计下去叫醋能可以，就伊后面啊，咱就来打伊有把加上豆有球，就有高杯，我知就好。而家明天係鳩翅啊，你兜從阿爸啊。即係條子要盡啊。係，自在呵，自在。我叫你熟我。好嘅。回到厨房，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，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，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。不过难度升级，把它做成16球的造型。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，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，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1毫米厚度。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，也不能太深，太深了太硬这不好定型，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，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。另一边，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。热锅下油，用白蛋清拉油。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，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，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。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，加入蟹和鸡蛋清，搅拌均匀。冬瓜肉滑，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，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。稍微不慎，外皮就会破开。最后用芹菜封口，隔水蒸3分钟。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，不油不腻，相得益彰。下一道菜，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，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。厌倦了大盆菜造型，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。猪皮熬煮40分钟后，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，搅拌至汤汁粘稠。
放入冰箱冷冻。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，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，加入烤干的香菜碎，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。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。整整2个小时，猪皮冻凝结成型。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。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要控制得好，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，温度太低的话，这个浆就挂得太厚，外皮就不够光滑。经过10几道工序的制作，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。胶质满满，看似坚硬的石头，实则入口弹牙，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。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。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，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，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，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，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，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。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，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。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，果形圆大，果皮光滑，成熟时呈赤黄色，初品苦涩，久而回甘，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。汤威啊，喂，也去油柑，我成日找个有好嘅油柑，只只叫咩噶？这就叫做亮珠，我食试台。来吃看。嗯，呢个袂毛咧。吃皮比这个再好的，这个就叫做吃皮，你吃看。嗯，甘甘甜甜。该汤加排骨汤最好啊。回到家里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。酸涩的油柑是煲汤的利器，鹧鸪与油柑焖煮，鹧鸪细嫩，油柑微酸，滋养补虚，开胃化痰。粉肠最怕腥，与油柑一起焖煮，去腥解腻，甘甜可口。猪颈肉整块白灼，蘸上秘制酱油，鲜香肉嫩，入口即化。做法简单，火候讲究，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，这也是炒菜的魅力之处。来，好，开始。我油柑就比較有清口，係一定咧要甘清口回甘。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，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，帅气不改，激情不变，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，在炒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迎接人们的第一餐，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，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。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，肉末肠粉、牛肉丸果条、猪杂汤面，定然是荤素搭配，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。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，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。你好，你好，来一个招牌吧，果汁。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。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，滑溜到很难夹起。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，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醪，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。就是我们2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，差不多8年了。我先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。
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，但每天凌晨6点，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，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。兄，你特登講撈不？好，係整撈啊！啊，那謝謝哦。是啊，我哋整理咗一下，就好，好好好。阿公，我明天買來吧，我特登啊，你本來就要給我來處理，了你過來過了，你就該個給個這個該給來給有錢啊。好好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，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，但是过程极其繁杂，没有耐性，难以处理。店里只做6种卤味，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，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。處理得等就想麻煩了。我哋技巧主要就是那就得等，就叫辣，就切啊，該處理白咗嗬。到呢做嚟嗰個過時處理，水白加清楚。啊，你就處理乾淨了，你攞給它滷。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。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，南姜、八角是主角儿，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儿，倒入布袋，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。以前食擺了就加了就簡單就可能創新喎，簡單就可能改良，唔好真係適合大整喎。卤水調色的關鍵是熱鍋下白糖，待白糖全融化後，加入1勺開水，糖色魔術般變得锃亮透紅。煮讓它煮到開為止，然後就有下生抽、老抽，還有椰露，還有下糖，差不多的時候就來下這些肉啊。食材的屬性不同，為了卤得恰到好處，陳子明會把6種食材分鍋煮，而不是一鍋燴。卤豬腸、卤五花肉、卤蛋、卤豆腐、卤苦瓜、卤腐竹，正是他願意費功夫，才成為了店裡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。另一邊，林麗珍驅車2公里進到一條小巷中，他要找的周國興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。30多年來，周國興每天只做1種食物——果汁皮，也是周邊早餐店的供貨主力。和大多數果品一樣，果汁皮的原料會選擇本地的大米。不同於揭陽地區的蒸製，潮州用的是烤製。烤製同樣是個考耐性的活兒，2個爐子同時開啟，近300度的高溫，2分鐘翻一次面，稍不留神就會烤焦。老道的周師傅對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餘。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機器製作的最大不同，便是果汁皮上會有很多小孔，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兒。正，來看。哦，來，我今日整理好事，是啊，你攞定要。今日佢哋做啊哦，呢個3斤誒。 ，3斤啊，3斤可能只有冇嘅15斤嘅，咁就一起去了哈。啊，冇了，主要對嚇。改過來。回到店里，林麗珍一刻也沒有休息，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蔥粒兒，小火不停地翻炒。20分鐘後，翠綠的蔥粒兒要變成深褐色，才能成為潮州人口中的蔥豬腦，和果汁搭配剛剛好。果汁店的每一位配料，夫妻倆都是親力親為，8年如一日，每天10多個小時的勞作，在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。這家小小夫妻店，讓最挑剔的顧客都能成為宣傳員。
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，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，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，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/5的鹅。好讲。战斗力爆表的大鹅，面对广东吃货，最终都化为一句：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。而这话带到潮汕，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掳的命运。潮州有句俗语叫“无鹅不成宴”，掳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。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乡的狮头鹅，更是让掳鹅红遍全国。狮头鹅呢，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，就是应的化身，有什么好事啊、喜事啊，都会掳一只这个狮头鹅。从小对掳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，是拥有1万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。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，正面观之形如狮头，因而得名。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，犹如身披铠甲。要比个头，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。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，养得越久，身价越高。养到2年以上，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。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，那就养到4、5年。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，挑选的这些老鹅都是4年以上的。每天7、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，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。柴火大鼎，古法卤制，虽花功夫，也更添人情味儿。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，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、淋卤汁等工序。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，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。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，它不会收汁了。我就只能这样子做。如果去换别的方式，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，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？这个吊汤呢，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，它更容易熟嘛。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。大火煮开，转文火。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，老鹅时间更久，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。卤鹅的灵魂在于卤水。在潮州，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，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。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，吃我们潮汕的卤水，所以我自己养的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。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，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。比起其他姜种，南姜少了些辛辣，还略微带甜。至少要种植2年以上的老姜，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。为此，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10几亩地，专供自家卤鹅用。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，就是比较老的；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，就比较嫩，越老越香嘛。姜还是老的辣。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，又重新再挑选一下，老的就拿来卤鹅，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。老師啊，啊咩成日食咩？蒙呢就做照嘅滷水，呢度就直一個果啦落去。我哋落個果啦，落果啦呢，晒咗到滷水，特定嘅脂肪滷水，伊正食出來高。
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，请来了潮菜非遗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。我问一下，你有落啲料頂香啊？即係落咗夠味係嘛？佢滷水是好落丁香，但作為我個人嘅意見，甲從到正解伊每一份嘅，我就反對落丁香。丁香呢，乃會大咁貴，就滷水熬落，直接落啲落之後，伊係變生。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甘草、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。经过反复的调试，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，配上这一锅好卤水，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。卤制好的狮头鹅，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，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。在潮汕地区，卤鹅都是冷吃的，挂上一会儿晾凉，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。生意好时，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。好鹅肉常有，老鹅头难求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，得提前预定才有。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。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，紧实有弹性。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，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。紧致的鹅脖，细嫩的鹅肉，富有胶质的鹅皮，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，感受到的不是咸，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。卤水递进的口感，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，越吃越香，越嚼越美味。潮式卤味味浓香软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，深得好好吃饭、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。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，飘香300多年。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、极致化，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。不论是老派的潮菜，还是新派的潮菜，细细品一品，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。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，大精大拙的技艺，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。好来，好，声音监控一下啊。啊，就弄到了。好，对，这边 OK， 收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